马先生，我跟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你们。台湾慢慢的去中国化之后，这些跟中国元素有关的东西，慢慢的民进党政府用技巧性的，或者是甚至也是很粗暴的，直接把它排掉，跟文化从年轻人身上跟中国大陆切开，我觉得是不可能。即使你现在成功了，所谓的绿鸟，这可是以后这些人也会长大啊。长大之后，他们看到了更多世面之后，他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是跟中国是切不开的，是有连结的。泰国现在这个朱拉隆功王朝创始太皇，他其实是夺了当年正信大帝啊。正信大帝呢，也是到东南亚去的华人。这个正信大帝呢，把泰国给统一了。统一之后呢，但是晚年部将叛乱，最后被夺了嫡啊。但是呢，他的朱拉隆功王朝夺了嫡之后，对清朝朝贡还是以姓郑，还是取汉名，向这个皇帝来朝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泰国是整个东南亚唯一没有严重排华。泰国人的民族性比较温和，最近宪法法庭又判这个前进党违宪解散嘛，然后他们就把它再改组。你去看那个泰国政党存续时间都很短，对。但是呢，还有继承政党，法理程序时间很短，但他们那个继承政党超多的，不断变哈。泰国现在这个朱拉隆功王朝创始太皇，他其实是夺了当年正信大帝啊。正信大帝呢，也是到东南亚去的华人。那当然有很多说法了。这个正信大帝呢，把泰国给统一了。统一之后呢，但是晚年部将叛乱，最后被夺了嫡啊。但是呢，他的朱拉隆功王朝夺了嫡之后，对清朝朝贡还是以姓郑啊，还是取汉名，向这个皇帝来朝贡啊。这个倒是说回来，所以泰国的氛围本来就不一样，因为长期以来泰国文明算是比较早熟，特别是这样是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华民国的现任总统到了泰缅孤军的义民温使馆，因为不能叫忠烈，跟泰国政府协调叫义民温使馆，事实上也是忠烈祠了能够有一个当过中华民国的现任元首来代表致祭这些当年在泰北这样立立生根的这样的一个孤军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除了这个我们去缅怀先烈之外这次去有一个特别的段希文将军的墓。段希文将军就是当年追随李弥将军来协助泰国政府剿共嘛，有泰共在山上跟陪着我们去的侨领已经去了快50年。他说他们当年来到了这个泰北地区都要请自卫队跟着他们走，因为你不知道泰共会在哪边出现，然后泰军打不赢泰共，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险。可是我们的国军段希文将军赢得了当地爱戴。我们到那个墓他的墓到现在还有24小时驻守，有泰国华裔的人在那边驻守，感谢他当时在泰北孤军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你能了解到说当时这个孤军这段历史，我们到了泰北去走这一圈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说中华民国没有忘记他们，是这个现实的选票的一个考量，对历史这种对孤军的整个一个历史情感的照顾，他们是比较没在做。但是马前总统去我觉得有达到这样的效果。那马前总统跟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你们其实这个东西是很令人感动。而且不要忘记了，在马前总统当总统任内，他解决了这些后裔身份的问题。当时我们中华民国政府透过立法，甚至也是就地合法的方式，解决了这些泰缅孤军后裔在当地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没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的这些问题。当时在马总统任内都解决，也保障了这个人权。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去看看。第二，你要了解到说我们当时中国的这个军队是如何的到泰国去帮忙泰国政府。一个异域当年伯阳先生写的这个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嘛，异域孤军。我终于有一天过了30-40年，我到了现场，我觉得很感动。当你到了现场，你才能够领略到说，你刚刚就像一休讲的，这些先人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在泰北这样子生活了下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刻忘记中华民国。在泰国前几大很有钱的人都是华裔，在参观这个义民文使馆的时候，每个都在哭。他们一定没有听过孤军的历史，也不知道当年这种情怀。可是他们到了现场听了这讲解之后，他们流下泪来。我觉得这是对台湾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跟历史做一个连结。这也是再度的我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民进党想要把历史跟文化从年轻人身上跟中国大陆切开，我觉得是不可能。即使你现在成功了，所谓的绿鸟，可是以后这些人也会长大啊。长大之后，他们看到了更多世面之后，他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是跟中国是有连结的，是切不开的。到泰北去，尤其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感受。我们年轻人的反应说明了一切，他们的眼泪是非常的真挚的。这年轻人相约还要回台湾，到桃园，到那个哪边有这个泰北孤军的这些后裔来台湾的点再去做巡礼，再去做开读书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自己也非常欣慰，就是说让我们台湾年轻人能够缅怀跟看到这段历史。看到历史很重要这几天去看了很多历史的遗迹，也聊了很多当地人到现在学习华语的状况是怎么样。非常好，他们的华校非常非常多。他白天要上泰国语小学，当然上当地的小学，因为泰国的国语。我们这次去泰北，在参访了华兴中学，最大的华文学校，新来的云南会馆跟这个侨胞互动。
出来唱歌，唱中华民国颂，唱梅花。在台湾，我跟当地的侨领聊嘛，台湾慢慢的去中国化之后，这些跟中国元素有关的东西，慢慢的民进党政府用技巧性的，或者是甚至于是很粗暴的，直接把它排掉。你不要讲说在台湾你有机会听到中华民国颂跟梅花了，你就算是正常要唱国歌的时候，搞不好都没有。可是我们在台北，在清莱，我们真的完完整整听到的这几首歌，我们真的是热泪盈眶。马前总统在当场也是热泪盈眶，都小朋友，而且很小，每个都字正腔圆的唱。台北这些侨胞啊，他们对华文教育、中国教育的这个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们的华语学校非常非常多，而且侨领很愿意捐钱，因为知道他们都很困苦嘛，有时候他们就是10万、20万这样捐，就是等于泰铢嘛，泰铢跟新台币的汇率差不多，就是10万、20万这样捐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有更多机会，能够去学、去读、去写。所以你到当地，你就会体会到说，其实，在台湾你没有这种感觉，可是在你就觉得说，中华文化跟传统教育对所谓的我们两岸的全球各地华人是多么的重要。过去排华很严重，当然主要还是争夺这个政治主导权之争嘛。对，这跟英国在当地还有就是帝国主义在当地的殖民很有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就是透过挑拨民族之间的仇恨嘛，是来制造这种统治上的差异啊。是，尤其以英国殖民地特别为甚。是，像法国就喜欢玩齐头式平等，是该杀通通杀。这个法国比较粗暴一点。是，在这个泰国这边，它一个比较好发展，是因为他们排华比较少，而且这个台北孤军又打赢了泰共，所以获得了在当地的合法的这个生存权，所以他们的这个保存就比较好。那这个保存比较好，过去也是会有一些压力，因为在东南亚在冷战盛行的时候，因为民族主义高涨，那确实有受到一些压力，而且当时大家的经济都不好。但随着现在经济越来越好有一个点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大陆的整个崛起，全面的崛起其实很大程度开始外溢。但中国大陆因为以前是跟这些东南亚国家是有协商啦，不能明着去讲这些是中国人，所以当然用华人来取代。但现在这些国家也懂得说，我国内有很多的华人，我利用这些华人作为一个桥梁，是来连结首先，当然，因为泰国政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良好他们有参与所谓的一带一路，所以他们现在合作在建高铁，在几年之内会建成。中国大陆的高铁已经到了，他们叫老挝，我们叫辽国。那其实我觉得，就你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要去思考的反中绝对不符合台湾利益。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本来都是中华民族嘛，我们可以不赞同中国大陆的现在的制度，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完全站在另外一个阵营，站在美国那边去反对它，绝对抵触。就算我跟你说，我碰到的泰国的学者跟媒体的高层都跟我说，你们不要采取暴冲的策略。他讲的当然很客气的，因为他不便去批评我们的政府，他只说，如果你采取暴冲、极端反中的策略，对你们台湾是不利的。那我这次带着台湾年轻人到曼谷跟台北跟这些泰国的侨领以及台北的这些孤军的后裔，我真的觉得炎黄子孙的血液真的留在我们每个人的